好难顾，妈妈绝招大验证。小时候我妈妈就是，如果我鼻塞的时候，她就会用这个葱白，鼻塞就真的通了啊。像咳嗽的时候，长辈就说可以吃真言橙。我想问医生是真的假的？其实好神又好傻。那如果你是寒性的咳嗽，你又再给这些水果，那当然是雪上加霜。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它放在这儿，哦，比上面这个好多了。小孩生病状况有够多，照顾病童妈妈有绝招。今天请到6位好神妈妈一起分享让孩子快快好起来的个人偏方。到底妈妈们的方法是好神还是好傻？精彩内容马上开始。小朋友生病，当然最主要想看医生，但是医生又不见得随时可以让你看到。是，尤其你们又那么难挂号。是，尤其是有人自己明明开诊所，却常常来上节目，就很难。而且还常常拍广告，奇怪。对，想找他的时候不容易，赶快家里冰箱翻一翻，这个古书翻一翻，看看有什么居家的一些传统的疗法。暂时让我们的小孩病能够得到缓解。我们今天先发生小朋友如果咳嗽不知道症状，维妈你有什么样的妙招跟我们分享？像哥哥他就是一到换季的时候会很容易有鼻涕，然后小朋友就是有鼻涕，他就会有那种吸鼻涕，会这种吭吭，鼻腔会有那种吭吭吭那种吸鼻涕的声音。可是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叫他醒，他就是醒不出东西。但是到了晚上就是一个灾难，哎呀，因为他就是一躺下去鼻塞，然后呼吸不到空气，他就睡得很焦虑，然后脾气就会变得很差，就一直跟我欢整个晚上。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被他折磨了很久。我就突然想到说，小时候我妈妈就是，如果我鼻塞的时候，她就会用这个葱白啊，葱白有效吗？对，她就是用葱白。我知道，往鼻孔塞，堵住。而且我跟你讲哦，治流鼻血也有效，要多一点葱白，那乱教。不是因为我妈妈，她就会把那个葱白啊，就是把它剁得很细，然后加一碗公的水，让它去煮。煮热的时候，你就趁那个热气还在的时候，然后把我头压在那个碗公里面，让它吸那个热气。哦。对，那如果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小孩子，你可能吸的时间不够长，或者是一直乱跑。我妈还会利用另外一个方式，一样是用葱白，她就会把这个葱白的地方啊，把它纵向的切开，然后里面不是有那种粘液吗？纵向切开。对，她就把我直接勾那个粘液，就直接勾在那个鼻梁跟鼻翼这个地方边，对，所以我就如法炮制用在哥哥身上，而且我晚上睡觉还会把他的头垫高，鼻塞就真的通了啊！这样不会很辣吗？不会，它会有葱味，但是它其实小孩子接受度还 OK。可是我跟你说，我听过一个更可怕，就是鼻子过敏的，然后就是人家说用葱白的那个汁，洗不秀的汁，然后用棉花棒，然后把它弄在内里面，对，所以葱白是真的有效的，对，所以我大家都听过，对不对？所以我就很纳闷啊，到底哥哥鼻塞好了的原因呢，是因为葱白的关系，还是因为我把他枕头垫高的关系？所以维妈今天想问，葱白可以治鼻塞吗？对。有人，等等，我先讲一下那个葱的那个味道，其实现在有很多都是这种概念，比如说涂什么辣辣的这个东西在，对不对？因为我是不想要说小朋友第2天去上课，或者是说周遭的人都知道他就是从一个葱堆来的，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家小朋友如果在比赛的时候，我是会用像薄荷油纯的那种薄荷油，就是有一种可以喝又可以擦的那个薄荷油，然后对，然后我就会把它弄一杯热水。然后一样滴在那个热水里面，然后可能盖一个毛巾或者什么，让他去闻，让他鼻子通。你还加盖一个毛巾对。哦，然后就会让他这个蒸汽的那个气上来。对，其实我觉得对鼻塞是还蛮有用的。对啊，像这种东西适合小孩嘛？他这应该是比较大的小孩，对不对？对啊，就是如果小孩的时候，其实我也有法宝，它就是有点像我们的凉的那种凡士林，然后它是一种片。像蚊香一样，然后呢就把它打开以后放进去，然后插电，然后它就整个晚上它会散发出那个就是凉的薄荷的味道，然后它就是专门医疗用，所以它就会鼻子会痛。所以今天就来问问看陈医师，到底我们这个看起来很奇怪的葱白，还有这个薄荷油，对我们舒缓鼻塞有帮助吗？还是呢，其实就是一些渔夫的行为而已？有没有效？贴到好傻这边，就等你这句话。你的直接跟不直接也差太多了吧？完全不了解。小角落，突出一小角落，这个好神，所以是有一点点帮忙，就在中间了啊。对，这其实也不是100%说到好傻的部分，是因为我认定你是鼻塞，
我们当医生的鼻塞不是一句话2个字就可以解决对哦，你是鼻黏膜肿胀造成的塞，还是里面好多鼻涕的塞，还是说医生治疗半天，结果发现2边各有一坨鼻屎？所以呢，来，假如你是鼻黏膜的塞，用这样子的冲白的效果，应该是没有效的。但是各位刚刚讲了几个小细节，我用热蒸汽，其实不是冲白的效果，可能是蒸汽的效果。是，还有刚刚一开始提到说我用冲白整支戳进去，我告诉各位，请你不要这样做。但是如果你用冲白整支戳进去，戳久了之后，它会压迫到旁边的血管，让它的血管收缩，所以鼻黏膜肿胀会消失。所以，如果你用棉花棒沾冲白进去里面绕，实际上你的棉花棒有压迫到旁边的血管，会让血液收缩。不是冲白造成的效果，而是你压迫的效果。可那都暂时的，对，那些都是压迫，好像比较通了，那几分钟就肿回来了。哦，是哦。那因为像我最近其实就有点感冒，然后因为我小女儿也是有这样的状况，然后睡觉就很不好睡。那我把她枕头垫高一点点，她又比较好睡一点点，是 OK 的吗？像这种状况，如果治鼻塞的话，这个也 OK， 因为各位记得我刚刚提醒的哦，有些人是鼻涕多造成的鼻塞哦，所以你各位记得，如果你鼻涕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右侧躺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右边鼻孔塞，左边鼻孔塞。哦，对，然后你就把它转过来一点，你看它有嘞，然后对，没错，对，然后就做后流。当你姿势改变的时候，有可能，例如说你左侧躺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左边鼻孔塞，右边鼻孔通，所以当你把枕头垫高，也算是姿势改变的一种，也可能会让孩子呼吸比较舒服一点。所以我会说，来，突出一点点就是好神的部分。了解。那薄荷呢？因为薄荷比较好像有一些研究是真的会有一点帮助。虽然我们还是强调小婴儿是不能用。这个黄医师真的是内行人哈。这个我刚刚讲的几个小细节就漏了薄荷这件事情哈。薄荷醇这个成分哈，它是有一些清凉的效果。所以的确擦了之后，孩子也可能因此会觉得说，我的呼吸有比较舒服、比较舒畅。但是现阶段认定说，薄荷醇、薄荷油，甚至于说一些樟脑这些成分，有些可能会造成这个蚕豆症的孩子影响到溶血。那有些是认为甚至可能严重会抑制呼吸。所以请你在2岁以上的孩子要用，可以考虑少量用。2岁以下的孩子，你尽量不要告诉他说插在鼻孔下面啦，或者说插在胸口啦，或者说直接拿起来吃，这些都可能会造成后续的生命危险。紧接着，哎呀，我应该是好神妈妈，你牌子先给我，我直接吃。给我啊！哎呀，最近天气真的非常的热，然后我又时不时看到新闻在播那个什么发电机的新闻，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要爱地球，然后我就不吹冷气了，我只要吹电风扇。然后小孩子我要像他，就是让他像美国的 baby 一样，就是脱光光衣服睡觉。然后有一天，我就让他脱光衣服睡觉，然后到晚上，结果是妈妈热醒，你知道的。然后我就迷迷糊糊的把冷气开关给开了。哎呀，我完全忘记小孩子盖一条棉被。隔天的时候，他全身冷冰冰，我吓坏了。然后我想说，天哪，我竟然开冷气让他就是光溜溜睡觉。然后妈妈怎么这样？对，然后我非常的自责，因为他快到中午的时候就是发高烧，很不舒服。然后我就会很紧张又自责，因为他就是很小的 baby， 然后鼻涕一直就是流，然后塞住，然后我就很不舍带去给医生看。然后看完医生之后呢，我就是我知道，你要跟大家说，所以我的妙招就是穿衣服睡觉。不是啦，很像他会问的问题。我的妙招是吸鼻器，就是用吸管式的，然后它就是都塞住鼻塞，然后我就是帮他用吸管式的吸他的鼻涕。可是小孩子非常的排斥像这种东西，他会对，他很不喜欢，所以我都是在他睡觉的时候帮他吸。对。然后像咳嗽的时候呢，因为之后换他咳嗽变比较严重，然后我也很担心，然后我就询问长辈，长辈就说可以吃真言橙，然后跟那个搭配天然的甘蔗柠檬汁，可以缓和小孩子的咳嗽问题跟不舒服。我想
问医生是真的假的。那你真有事吗？我真的有事，他是真的有比较好，但是我不知道是他是因为时间长期的好，还是我给他吃这些的好。他肯吃啊，他肯吃 OK 他是个爱吃的宝宝，就什么都吃。对啊，我们家如果说是咳嗽的话，可能那个因为如果小孩子比较小，他那个层他不一定爱吃，所以我就是会炖那个川贝梨。很好吃。糖对，然后呢，就是让他们就是可以一口一口喂，对，你就挖那个果肉，然后加一点川贝粉在上面吧。好，所以我们就来问问看嘉欣的问题。真言橙搭配甘蔗柠檬汁，这一招对于咳嗽有帮忙吗？川贝梨对舒缓咳嗽有帮忙吗？其实好神又好傻，应该放在哪个位置好了？对，应该是傻。我这样慢慢移过来，你说到了就可以。差不多到了。到了。一样，跟我一样，恭喜。其实应该是说，因为舒缓咳嗽这个感觉其实很主观啦，是因为很多人咳嗽，他可能单纯只是咳，或者是有些人会疼痛，甚至他喝水也觉得不舒服。以中医来讲，其实咳嗽有分为2种，热性的感冒跟寒性的感冒。所谓的热性感冒，就是他的咳嗽可能带有痰，而且他的痰是很稠黄绿色这种热性咳嗽。另外寒性咳嗽，它是还好，声音没有说特别大，然后而且它的质地是比较水，或者是它的颜色是透明白色的。那如果你是属于前者这种比较热性的咳嗽的话，当然你可以适度的给他一些就是橘子或者是水梨，因为这些水果是属于偏比较寒性的，所以有点像综合体质的那种概念。但是如果你是寒性的咳嗽，你又再给这些水果，那当然是雪上加霜。所以我才说好神又好傻，要先分辨说小朋友的咳嗽是属于哪一种。那如果你基本上没有痰的，我是建议不要给。因为他可能是属于比较偏寒性的咳嗽，因为很多人他只是咳嗽，他没有痰，他没有办法分辨。那如果基本上没有痰的话，我是建议不要随便给这种水梨啊，或者是橘子这种。而至于说甘蔗柠檬汁，其实你说它真的里面有什么营养吗？最主要其实就是糖分跟维生素 C。而至于说为什么我说其实适度的可以给，是因为有些小朋友他尤其在感冒的时候，他更不喜欢喝白开水，因为他可能在使用一些药，他喝白开水他觉得苦苦的，对，或者是他喝了之后会痛。那如果你这样子的情况下，你给他加一点甜甜的甘蔗，他愿意喝，让他的水分多补充一点，那当然是 OK。但是如果他喝了这种浓的，比如说他没有稀释的这些甘蔗汁，有些反而更容易生痰，对，或者是他喝了之后，他反而正餐吃的更少，更不营养。那其实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建议还是不要。哎呀，我可以帮嘉欣翻盘吗？我可以评分吗？好，可以啊，可以吧？你可以把嘉欣贴到好傻的地方啊。没有，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它放在这儿。基本上咳嗽这件事情，不管你是病毒性的感染或细菌性的感染，基本上都不是靠这个治好的，对吧？你病毒性的感染你自己过了就好了嘛，那时间可能3天、5天、7天，看你感染什么病毒。如果细菌的话，也是大部分也是要靠自己抵抗力，然后少部分就是靠医生的抗生素，所以基本上也是要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刚刚讲有的长有的短，这中间你能干嘛？你好像什么时候不能做，只能多喝水嘛，对不对？对啊。可是如果今天有一些的，比如说甘蔗，比如说这种橙，或者是刚刚的梨子或川贝，其实研究告诉我们，这些稍微带一点蔗糖甜的东西，会让你的咳嗽的敏感度稍微降低一点。你不会不咳，你也不会比较快好，但至少可以让你晚上咳嗽频率稍微少掉一些。那就是回到刚才我们营养师讲的嘛，你就喝喝看嘛，你喝了觉得咳嗽声音比较少哦，那就喝啊，因为这些都是天然的东西嘛。那你喝了以后，哎呦怎么越来越咳哦？可能他对这个柠檬很是受不了，就不要喝啊。所以对我来讲，这种无害比上面这个好多了。好的，紧接着看起来感觉，因为我刚刚就在想说咳嗽，我们刚刚讲到咳嗽，对不对？通常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会咳嗽的话，都是因为鼻涕倒流，就是他晚上就是那个鼻涕一直塞。那为什么会鼻涕？就是因为塞住嘛，他就往后流，所以我就要想办法把那个鼻涕给洗出来。那什么？它是洗鼻器。它就是因为一般我们在台湾买的那种洗鼻器是也是一根嘛，它其实这个是一瓶，它是比较好操作，就是一样压而已，它是软的，所以你就是可以这样子压。然后呢，它就是买了以后，它就有这个盐，洗鼻盐，然后你就加了以后，你就水就是加到这里，一条线，然后可是一定要是熟水啦，就是煮过的开水。然后它就是一根而已，然后你用完你就用酒精稍微消毒一下，然后你让小朋友就是面着那个洗手台，然后面朝下，对，然后就这样子洗。
然后水进去以后就会从另外一边出他来。 OK 吗？他会不会不舒服？刚开始会很反抗，可是后来你洗过之后，他就觉得哇好舒服哦，他就喜欢了。然后而且有时候甚至于连痰他都会从嘴巴里面冲出来。哎，你们有没有看过网络上有一个好有名的那个小女孩，好可爱，她那个妈妈还是姐姐，用一个像是针筒的，然后这样弄上去，那小女孩看自己的镜头，然后弄上去，然后弄完之后再弄一次，然后下来就黄绿色的鼻涕，而且妈妈有成就感对，是不是的。看好开心？哇塞！然后呢，洗鼻器，所以这个我是会用这个洗完了之后晚上睡觉，我再给他贴一个 OK 棒。就是那种没有啊，就是这个为什么要贴 OK 棒？对，就是有那个物理伤口吗？为什么要没有啊，就是刚刚医生讲的，不是说棉花棒你放在里面是刺激它，对不对？我们不要放在里面，我们把它放在外面啊。它就是放在外面，它就是一个 OK 棒，然后贴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不是自打呼跟对，可是它鼻塞的那个吗其实就是鼻塞啊。哦对，就是在洗完鼻子后我就把它贴住，然后就让他们睡觉。这有效哦。所以有效我觉得会舒缓。哦。好，我今天也是要问啊，就是说到底可不可以用洗鼻器把鼻涕都洗出来？这样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来，正确？陈医师，从刚刚到现在3个牌子哈，这个是比较偏神的那边。比较偏神的那边给它贴一下。贴一下了啊。哇，所以洗鼻器真的是可以做小吗？细节提醒各位爸爸妈妈了哈。好，年龄太小不建议啦，或许说1岁以前、2岁以前，所以我会跟爸爸妈妈讲说，年龄比较大的时候，我们用这样子的管状的，或者说液体，小粒慢慢的进去，其实它接触到清洗出来，接触到清洗出来就好了，而不是瞬间的大力。那在操作的时候，刚刚您讲的非常的清楚，你坐在这个洗手台前面，对，然后稍微往前倾，最好嘴巴要张开，对，哦，好，那有些液体进去之后呢，它会从左边鼻孔出来，有些液体进去之后，它会从嘴巴出来。告诉孩子说，妈妈在操作的时候，你就先屏住呼吸，先不要呼吸，这样子至少就确保它不会呛到他的肺部里面去。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洗鼻子这个动作，现阶段针对鼻子过敏可能有效，针对鼻窦炎认为有效，针对感冒也有效。哦，那刚刚还提到一个吸鼻子这个动作，年龄太小，我们说不要洗鼻子，对啊，对，那就吸呀、吸鼻真的可以吸。那可以用嘴巴吸吗？古早年代很多爸爸妈妈很认真，真的就是用嘴巴吸。哇，然后呢，嘴巴吸有个风险呐、爸爸妈妈的病毒可能会传染给孩子。对啊，那爸爸妈妈本来没有感冒的，吸完隔天就感染了。对，好，那现阶段因为有一些设备嘛，刚刚那个管子上，嘉欣手上拿的，管式的，戳你鼻孔，戳我嘴巴，这样子其实也 OK 啦。那所有的孩子都会挣扎啦，我都会跟爸爸妈妈讲说，你想想看，你走在路上，有人拿只手指戳你的鼻孔，没有一个孩子不会挣扎的。所以这个吸鼻子 OK 啊。我诊所有个爸爸，他很厉害，一只戳孩子的鼻孔，另外一只他接吸尘器。吸尘器的功用就是代替你的嘴巴的吸力哦，只要你的吸尘器力道不要开太大，其实也有效，而且爸爸妈妈不会太累。了解。那其实真的，如果说我们小朋友发现呼吸道的问题有症状的话，那到底要怎么样照顾他们才是对的？鼻塞这件事情，我们刚刚讲，如果你真的是鼻屎挡住造成的塞，你吃什么药物都没效，麻烦你就把它鼻屎清掉。那如果你是鼻黏膜肿胀造成的塞，可能只能配合一点点药物效果。了解。那如果鼻涕多，就设法把鼻涕擤掉。第二个，我们说，如果是鼻涕的话，除了擤掉鼻涕之外呢，有的时候鼻涕比较浓稠，我们可以滴一点点的生理食盐水。其实就等于是简单微量的洗鼻子的动作而已，我们量不用太多，就滴一点点的生理食盐水，可以把它稀释，或者说我们做清洗鼻腔的动作。那再来呢，很多爸爸妈妈困扰的就是咳嗽了。对，咳嗽其实各位在家里面能做的事情真的不多，我们可以让他喝一点温热的开水，这温热的开水可以稀释掉一些痰，或者是造成身体里面的水分，可以帮忙把那些痰稀释。那如果说孩子在年龄在1岁以上，刚刚黄医师有提起说，甜味其实可以稍微有一些抑制孩子咳嗽的效果，所以各位记得你去诊所
咳嗽药水、咳嗽糖浆，是甜的，有一点点甜甜的效果啊。你不要说啊，人家说这个感冒不要吃甜的东西，实际上有些甜味的东西是可以抑制掉咳嗽。那我们会建议说蜂蜜。那蜂蜜呢？你就拿5cc 到10cc 纯的蜂蜜，直接放到孩子嘴巴里面去，其实可以在短时间内让孩子的咳嗽稍微少下来。那孩子少下来，睡得好一点点，其实抵抗力恢复也会快一点。但是下面有一个括号，我有写到说，6岁以下不要用。对，那黄医师有没有很多不 OK 的行为，是家长在遇到小朋友呼吸道有问题的时候做的事情？其实很多真的哦。对，就是你知道，我从生理、心理都可以想到很多。心理就是小朋友咳，然后你就说谁在咳？为什么你还在咳？你知道，爸妈会把自己的压力转嫁在小孩身上。有小孩说：“这个问题有答案吗？”我就是想咳，控制不了哈。所以第一个就不要念小孩。那很多妈妈会说：“哎，你把痰咳出来。”把它咳出来，因为他觉得你们都听过这句话，都说你把病菌这样子没有咳出来吞下去，你就2次感染，这也是错的。因为你的病菌吃到肚子里面，胃酸一杀就死光了。至于吐不吐，当然你有安全的这个卫生的做法的话，当然你要吐也 OK 哈。那第三个就是拍痰，就是如果正常的小孩，你知道拍痰是留给那些早产啊、卧床啊、脑性麻痹啊、中风，其实拍痰很有用，是针对那些卧床的人。可是我们现在每个小孩就是你拍他，一直拼命想跑啊，这种拍痰是没有意义的，是白费力气的。然后小朋友除了很哭很闹之外，有的时候你用施力不当，还会让他受伤。像我之前带小孩去看医生，他那个卫教师他就跟我讲说，你拍太小力没有用，要有一点点的力道。他讲的是就很难拿捏那个力道。他讲的是大力一点，结果我拍到那个安东就一直哭得很惨，然后粉丝都骂我的影片 po 上去，那安东还 OK， 可是还是没有抬到大力。所以你看，大力也不对，小力也不对，所以你就了解，反正拍痰就是留给卧床没有办法爬起来、没有咳嗽力气的人做的。我们一般会大哭的小孩，大家都不需要。那大家有没有希望小朋友的呼吸道赶快好啊？然后没有问题，会试过哪些方法，做什么事情？有没有？有啊，像我的话就是，当然第一个就是打扫家里环境，就是让他不要有太多的灰尘，罩住他的一些刺激他的一些呼吸道，比如换床单啦，把地板擦干净啦，或者是把宠物赶远一点啊之类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小孩比较大的时候，我就会叫他到那个阳台或者是操场去，比如说戴着太阳眼镜，或者我说你把那个鼻孔朝着太阳晒5分钟，然后他就说为什么？对，就是杀菌5分钟。对，我就说你就晒个5分钟。我说我们每天就这样晒个5分钟，我觉得你很快就会好了。结果呢？我觉得心理上是，就是让他，因为你就觉得他一直很阴暗，因为鼻孔一直朝下，他就很潮湿。所以如果你去晒晒太阳，你又有阳光晒衣服的概念，对，然后就是杀菌啊，身体很多阴暗的地方啊。所以你可以让你就这样晒。所以我就想说，鼻子也要让他做日光浴，就这样。所以我觉得日光浴是还不错的。有没有效？有没有效？其实如果有做牌子的话，我会贴在这里。好傻吗？说傻已经不只是傻而已了，没救了，没地方贴。我觉得感觉很舒服啊。但是我这个人很好，我都会稍微再帮忙解释。如果说我们希望感冒赶快好的话，其实有些人会建议说维他命 D 或许有用。那维他命 D 其实是晒太阳得来的，所以如果你要去晒就是不用刻意只晒皮肤表面积可能擦一点点简单的防晒去晒都没有关系。然后不要在正中午的时候晒，早上太阳小一点点，傍晚太阳小一点点的时候再去晒，平常就应该去晒，而不是说这个时候才去晒。维他命 D 要跟免疫力扯上关系，少说也要1-2个月。对，所以你那个临时抱佛脚的晒来不及，没有用，对，平常就要晒。而且你看起来最精明，你却做出最蠢的事情。因为我真的自己还觉得很聪明来，我们去操场去晒。不过他刚刚有做了一个很聪明的方法，我们刚刚说。其实我们说的是感冒嘛，可是很多人感冒后面，人家感冒我也感冒，人家好了我还在咳嗽流鼻水，为什么？因为我过敏来。
对所以你说你把宠物赶开，我把家里面认真的打扫，然后我可能衣服赶快床单、床罩赶快洗一洗，这个是很好的。你真的是个很会安慰的医生，你是好人，你们两个真的好朋友，真的。但是我有点饿了，小玉妈妈，你那个桌上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家儿子也是遗传爸爸严重就过敏体质，那鼻子有鼻炎，那每天早上起来他很容易鼻塞，那我就看我婆婆都会喝姜黄水，因为他就是奶奶、爸爸、儿子就是全部都是过敏体质，都会鼻塞。那婆婆就喝姜黄水，就说对过敏很有效，可以改善过敏体质。然后，但是因为教小朋友喝姜黄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味道会太重。那我就想说，那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吃姜黄？就是把姜黄加到好可爱煮饭，然后因为姜黄跟咖喱的味道是很搭的，所以也会在煮咖喱的时候额外加一些姜黄粉进去，就让他吃姜黄。那姜黄还有抗菌杀菌的作用。然后就除了吃这个姜黄做的料理之外，我还把小朋友带到公园去跑跳，就是让他多运动。那我觉得他有多运动，原本鼻塞就会通了，就不会一直塞。可是其实好像很多咖喱里头都有姜黄，对，所以很多人都说吃咖喱可以治感冒，是这样。这个方法是 OK 吗？其实当然姜黄本身对于调整免疫是 OK 的，但是要看你那个咖喱的来源。如果你咖喱是咖喱块，那当然我们就比较不建议，因为里面的添加物太多。但是如果你是用纯的咖喱粉，那我们是觉得 OK 的。我也有，就是我家的那个二宝，他体质比较弱，所以他呼吸道就是常常会出问题。那他上礼拜就有开始咳嗽。然后我婆婆好像疑似也有流感，那我就很怕说我家的二宝就是会加重，会传染给他加重病情。那如果他一旦他病情一加重，我家其他4宝要是不小心传染也很麻烦，真的。所以我那几天我有特别做一道料理，山药佐百香果，它就是可以止咳化痰，然后而且那个百香果也有那个类黄酮，就是对身体增加免疫力呀，什么清除自由基那都很有帮助。所以我家，所以上礼拜我家4宝他们都没有被传染到，然后而且我家2宝他有改善，他的咳嗽就比较好。所以那像这些什么百香果啊、山药，这些是对呼吸道有帮助的吗？的确是有一些帮助，真的。其实他们印度很多民间的一些针对治感冒的部分，他们就有研发出来叫做所谓的姜黄蜂蜜水。就是他们利用姜黄跟蜂蜜去调成这样子的天然的这个饮品，在感冒初期的时候给小朋友喝。其实他们认为是对于比如说改善过敏啊、气喘，甚至改善一些呼吸道的感染，他们认为是有帮助的。对，所以其实如果家里面真的小朋友有这样子的问题，然后正好有姜黄粉也有蜂蜜，不妨可以试试看。那其实像吴宝妈的这个山药针对咳嗽这个就有点勉强了。对，因为当然我觉得可能他的说法比较偏中医，因为中医所谓的白色入肺，所以山药可能是白色，针对这样的对。而至于说百香果的确它里面的一些生物类黄酮，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免疫的一个成分，它主要是在那个黄色的液体里面。所以如果比如说小朋友不喜欢吃那个籽没关系，其实他有喝到那个白色的汁黄色的汁，其实也有一定的一个效果。那到底吃哪些东西可以让我们呼吸道的问题快好呢？对，其实呼吸道的问题呢，很多妈妈都会怕说，蔬菜水果太冷太凉，好像对呼吸道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其实正好相反哦，因为我们很多蔬菜水果里面的一些微量元素，正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免疫，保护我们的一些呼吸道的一些问题哦。第一个就是维生素 E， 在一些植物性的油脂或者是坚果、豆制品、全谷类，因为维生素 E 它其实本身可以改善我们的慢性发炎，对于我们的支气管跟肺脏的一个组织保护都有一定的帮助。而至于说维生素 C 呢，我们就知道它除了有促进伤口愈合之外，它对于调整免疫以及就是降低细菌病毒的入侵也有一定的一个效果。那其实各式各样的水果里面都有哦。而至于说维生素 A 尤其重要，因为开始要入秋了，包括我们的流感跟感冒都是开始进入高峰期。而至于说维生素 A 是维持我们上皮黏膜细胞最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所以如果维生素 A 缺乏的话，当然你上皮黏膜功能不够健全，等于你门户大开，欢迎这些细菌病毒进到我们身体里面。所以其实在这段时间，维生素 A 或贝塔胡萝卜素尤其重要。但是其实很奇怪啊，遇到呼吸道的问题，通常都会左发烧一起来。
来，所以感冒左发烧的时候，你们怎么照料了？我觉得呼吸道感觉上还好，只是想要处理比较长期。我觉得发烧才是妈的噩梦吧，对，就是晚上你刚骂脏话吗？妈的噩梦。我讲话这么不清楚，吓到我。没有，因为一般我们家的小朋友，如果说是低于大概38.5度以下的话，我平常不太处理，就是给一个毛巾，或者是让他就是退温这样子。那如果有那种开始要发抖，你知道我最怕就是开始那种冷说毛毛冷，要一直盖被子那种时候，我就知道完蛋，他大概接下来30分钟到1个小时他就高烧。那时候我就先把钥匙拿好，包包带好，就只好先带去看医生。就我的状况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处理不了，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晓得要干嘛。可是，一般在家里面发烧的时候，如果超过38.5度以上，那我就是通常会，比如说就是用那个凉水，然后就用那个海绵，然后帮他们擦澡，然后把冷气打开啊，穿短一点，然后我觉得就是让他们降温，因为我的想法就是一个发热的东西，那你就是要把它降温嘛，所以保持空气流通，然后保持让他身体凉凉的。可是这时候我妈就会进来骂我。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不是这样子带你的，你这样子把我孙子弄得等下脑膜炎什么之类的。”我说：“哪有这么夸张？”他说：“就是要盖被子，你要盖他闷的一身冷汗，就是热汗都出来。对，他说把那个汗逼出来之后，他就会退烧了。”我说：“妈妈，他是病毒。”他不是因为流汗的关系这样，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很纳闷，可是我妈就一直坚持说，她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带我们的，那你不是好好的？对，真的是这样被带大的。对，她说你不是好好的，她说我第一次看到那种发烧妈妈还不给小孩子穿袜子，你这是什么妈妈呀？这样，所以我就很好奇说，所以到底发烧是要降温呢，还是到底要逼汗？发烧其实分2个阶段。我们本来身体告诉自己说37度算是正常温度，对，因为你外面的病毒进来，你那个调节的开关就调到39度，才告诉你是正常温度。那你身体本来只有37啊，怎么会跳到39？就是发抖，就是发抖。然后呢，他用抖这个动作呢，来把身体里面的温度增加。你在很冷的地方，你是不是会发抖？对，抖到39度就停了，你的身体就告诉自己说到了温度了，不用再抖了。然后你就会开始觉得热了，慢慢流汗了，温度就回来正常的温度。这2个步骤其实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第一个就是说我在发抖的时候，其实如果孩子可以沟通，你直接问他说你现在到底是冷还是热？你如果很冷，就是多穿衣服，多盖被子，把它包起来，因为他正在抖，他好冷嘛。你做这个动作呢，就是帮助他上去到他身体要的温度。那等到他上去到他身体要的温度的时候呢，他说：“妈妈，我现在开始好热哦，我一直流汗呢。”你就棉被打开，衣服宽松，开点冷气没有关系，多喝点水，让他去尿尿。然后他冒一点汗，流一点汗，温度就下来了。如果你是白天孩子刚发烧，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脑膜炎、中耳炎、鼻窦炎、普通感冒、流感、腺病毒、肠病毒，所以请你带去看医生，至少让医生确定他不是什么严重的并发症。那如果你半夜发烧了，其实只要孩子精神还不错，就是给他多喝点水，照我们刚刚的处理方式。隔天再带去看门诊。如果我精神很不好，活动力很不好，那就半夜挂急诊。了解。不过我对这句话，我会比陈医师严格一点。哎呦，因为我觉得发烧不见得要降温，降温的目的只是为了观察精神活动力。然后增温不是为了逼汗，因为增温只是说啊，他正在发抖，我们帮助他多穿一点衣服。但我们目标不是逼汗的。这虽然刚刚陈医师讲的是说，不管你是增温降温，其实它都有一个时机点，但是目的都是错。逼汗的目的是错，硬要降温是错。所以我基本上我比他不客气一点，我会放在这里。哎呀，因为你目的错了，你就会出错。所以基本上还是放轻松，就是照陈医师讲，你观察精神活动力比做这些事情都还重要。是，但是各位观众，重点来了，嘉欣要问问题。对，而嘉欣问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制作人认识他有史以来觉得最有意义的问题。嘉欣，是吧？因为我就是有一次带小孩去南部玩，然后他就是突然平时很活泼好动的他，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扒着我不放，像我就是无尾熊这样扒着我，然后我那时候会很开心，想说，他今天可能是怕生，然后很撒娇，结果
我完全会错，就是不是这回事。就是民宿的老板娘觉得他很可爱，就把他抱过来，他说：“所以之前都没发现，我完全没有发现。”怀师人生讲很多因果跟轮回，好像教育也是这样，对不对？比如说现世报之类的。对。是，因为最近制作人看到一个研究，他就一定要我来跟各位分享。事实上，我之前在节目中有分享过，打骂教育，我们说直接讲打小孩好了。很多人说怎么可以不打呢？对，我也可以理解，很多家长觉得说，打很有效。可是你要知道，打这个只是所有教养里面最后的一招，而且不要说有效了，长期看是最没有效的，而且还有很多的副作用。而且我今天讲的是外国的研究哦，光这个打屁股的动作，在3岁之前，如果你常常用这个方法来纠正小孩做错事的话，他到了一直追踪到5岁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开始在学校会有暴力的行为。那你想想看，你的孩子如果常常被打，他心里面的 OS 是什么？你要我同理别人的感受，那你打我的时候，你有同理过我的感受吗？你说我做错事，可是我很痛啊。那今天我也觉得那个同学做错事，我讨厌他，所以我当然也可以让他痛一下。那你怎么教？你基本上你就教不下去。所以没有被同理过感受的孩子，他是没有能力去同理别人的。光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真的应该把打骂教育这件事情要慢慢要收掉。取而代之的是有技巧的。基本上我们不是说不打骂就不管教，而是我们有一些其他的技巧。我说学起来好累，当爸妈本来就不轻松。对呀，真的跳死。民宿的老板娘觉得他很可爱，就把他抱过来，他说：“你儿子的身体怎么那么烫？”所以之前都没发现，我完全没有发现，我完全就太嗨了，就是觉得出去玩，然后好心情，完全不知道他发烧。然后民宿老板娘就拿那个耳温枪帮他量，然后限量就38.5，然后我整个慌了，我想要惨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又在外面，什么健保卡那些我都没有带，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先去药局。然后我就去药局买了退烧药，然后还有小冰枕，就是小冰枕，然后还有舒跑。然后回到饭店的时候，我就先帮他泡澡降温，因为我想说先泡看能不能就是降下来体温。然后结果泡完，我就是泡37度的温水，然后泡完之后它真的有降下来，变38度。然后我就是不知道38度它就是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要不要再喂那个退烧药，因为我当时他是没有什么症状，我还是喂他。所以你的意思对，是说，因为他现在还是发烧的状态，但是他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那还要再喂药吗？喂退烧药？陈医师，对，这是很多人的直接讲答案，我会觉得不用。哎呀，黑大好打去了。那发烧只是身体里面免疫系统告诉你说外面的细菌病毒来了，实际上你还是要去找到那个细菌病毒到底是什么。我都会这样举例啦哈，这里发生火灾，然后那边火警警报器在响，发烧就是那个警报器，所以我硬要吃退烧药把那个警报器关掉，实际上火灾这里还在继续着火，所以关掉警报器其实是没有用的。那有些孩子可能到39度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妈妈，我头好痛哦，肌肉好酸好痛哦，然后整个人瘫在那里不想动。”这就是说发烧有不舒服。那我会告诉你说，我们吃点药物让你降温，然后帮助你改善你的头痛、肌肉骨头酸痛，然后让你精神好一点。那如果发烧没有不舒服，精神也不错，食欲也不错，东西也可以吃，水分也愿意喝，那其实不需要给到退烧药。哎呀，所以这是一个聪明的问题，但是结局是放在这儿，不过很棒啦，因为你这个问题。安东有一次半夜发高烧，我没有量，我就知道他大概有38度那种温度，所以我就很紧张，马上把他抱起来去泡温水澡，然后泡了大概15分钟，我跟他一起泡了大概15分钟，抱他起来一点退烧都没有，可能就这么一丁点，我觉得泡温水澡好像没有很有效。可是我温水澡出来之后呢，我家就有满地的那个切碎的那个洋葱，为什么？我就问我老公说，你为
为什么撒一地洋葱？是你的脑袋也烧坏了吗？就他在那边，我在泡温水澡的时候，他在切洋葱。他就说，这就是他们老外的智慧。他说他们从小到大呢，发烧他们就是这样烧。他说来，快点把安东抱起来，站在洋葱上面。这有是驱邪吧？概念嘛，那感觉是烟可能是驱魔吧。点了5个蜡烛，把它放在洋葱上面。但是我就是觉得这样子太辛苦我的小孩，所以我就把他说算了，那我就把洋葱切一切，更碎放在袜子里面，让他穿着那个袜子。所以你还做饭？你真的很爱你老公嘞！对，我们要相信，因为他从小到大都这样退烧的，他们瑞典都是这样，用洋葱在脚底。对，然后我就把它穿在他的袜子里面，然后我老公那时候也煮了一个马铃薯加冰冷水的泥，然后就放在那个我小孩头上，敷在上面，都是天然的退烧法，对，敷15分钟，他让他马铃薯泥嘛，那为什么不要退热贴就好？我不知道老外有退热贴吗？你老公不要来，直接粘在那里好不好？然后可是这样子真的，可是因为我当下就是其实有2次到3次安东都是半夜发烧，我都是用这个方式，然后把他衣服脱掉开冷气，我全脱光开冷气。对，然后隔天起来安东都退烧，就不用看医生。我真的是这样，2次到3次他都是烧1个晚上，隔天都正常。哎呀，所以是有效的吗？瑞典古法，太妙了啦！这还需要回汤吗？我们不应该直接跳过了。对，所以是冷气的关系吗？应该是冷气环境的温度啦。你说真的，什么洋葱那个，其实如果真的对感冒有效，都还是要内服啦。你说真的外敷或者是敷脸啊，采洋葱，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只是分散注意力。哦，其实应该对于发烧退烧本身应该没有什么太大效果。但是如果说像小朋友如果症状啊，又再接着发烧之后是头痛的话，那我们到底要怎么照顾？因为像之前2宝他半夜起来的时候，他一直捶自己的头，我以为是他异位性皮肤炎在抓，可我发现没有，他好像是跟我讲他头痛的意思。对，有些病毒感染在孩子的身上表现哈，例如说咳嗽、流鼻水、发烧，有些人是头痛、喉咙痛，对，有些人是肌肉酸痛。那头痛这个状况哈，其实我都会跟爸爸妈妈讲说，好好的休息其实很重要。各位大人都会知道说，我如果头好痛，可以给我时间好好的睡一觉，隔天醒过来，其实效果就出来了。对。但是有几个例外的情况哈，第一个例外情况就是说，他就是因为头痛到睡不着。那你可以找出以前医生曾经开给这个孩子的止痛药水，合理的给他使用，让他比较不要那么痛之后呢，好好的睡一觉，其实隔天早上醒过来，他就告诉你不痛了。那如果他很痛，可是他睡得着，你不需要给他吃药。那另外一个，我们以前小儿科医生偶尔小儿神经科医生会讲的是说，孩子头痛睡着了就睡着，他不应该半夜痛醒。如果他半夜痛醒，我们就要担心他可能是脑瘤、脑膜炎，或者说是什么脑部的血管动脉接静脉直接接在一起，所以孩子睡着就睡着了，隔天早上醒过来不痛，过几个小时才痛，这个可以接受。但是他如果睡到半夜醒过来跟你说，妈妈我头好痛哦，痛到快要爆炸了，那个真的请你半夜送急诊。真的很留意耶。正常情况不应该睡着了半夜起来喊头痛，很少。那大部分遇到这种情况送急诊，去找找看有没有某些结构性的异常。了解，虽然呢有时候会觉得好小孩蛮天真的，但是呢面对小孩生命，还是希望大家都是好神妈妈，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记得跟我们妈妈好神粉丝团跟我们做互动，大家拜拜。黄医师，你知道那时候兔宝到幼稚园去的时候啊，老师在联络簿上面写说，请教小朋友学会如何正确擤鼻涕，然后就说，我就拿卫生纸，兔宝你蹭，然后兔宝说哈，什么是蹭？用蹭很可爱，有没有？他会这样，对，我想不是这样。然后想说你不要了，他就然后我想他用力了，他真的很用力，然后想他不会用啊，那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叫他蹭？对，因为小朋友他说的时候，他气都从嘴巴跑掉，对啊，对不对？所以这时候网络上有一个做法，他就跟小朋友玩一个游戏，说来这卫生纸，然后我们把它揉成球，我们来比赛，看谁嘴巴闭闭，然后可以把它吹得最远。不容易耶。对啊，所以小孩在玩几次之后，他就知道我嘴巴要闭起来，我这样才吹得远。所以就是这样，嘴巴闭起来，然后这样。我先比赛。
他们，我觉得我会有鼻涕出来，所以可以让小朋友试试看。我觉得不容易，你自己试试看，真的不容易。